7年了啊，兄弟们，我们终于熬出头了哈！大抽奖活动，所以今天是我们很特别的日子。还是龙虾蒸粉是最好吃的，好甜，太香了。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吃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MOA 硬邦邦频道哈。今天呢是一集很特别的开箱类节目。那想必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面前这2个黑匣子。终于啊，每一年的4月23号就是我们的周年庆，今年是我们拍摄节目第7年了，我们终于得到了小破站的认可，有没有？发了这个金色的小盒子过来。我们是2016年入驻小破站，所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哈，就是19年。在19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小破站获得了这一块10万粉丝奖，回想当初那个小厨房还是很令人怀念。虽然呢我跟小伙伴各自身处天南地北，但是呢每一周我们都能回到我们的频道，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吃一顿这种类似于深夜食堂一样的宵夜，真的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情哦。这就是我们当初获得的那块10万粉丝的奖牌，这是我们7年的小金牌。100万粉丝达成！大家还记得7年前的第1期节目吗？我开了那条剁手，以至于这个手指这边7年后还留下了他的印记。大家又是从哪一期节目入坑我们的 MOA 慢慢节目呢？100万感谢谁？100万感谢的肯定是粉丝，因为100万是什么？粉丝成就，真的挺有意义的，我觉得吧。不仅仅是因为成就了我个人的梦想，成为了一个所谓的100万大 UP 主。我更是希望呢，能提供一个这种小地方、小据点，让大家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有个歇脚的地儿，对不对？那大家也可以把对我们想说的话，以及呢对我们的意见各种东西呢，可以发弹幕，可以多发评论，跟我们交流。我们回头呢会在收集了这些问题之后呢，专门拍一期所谓的100万 Q&A。在我们冲100最后的那几期节目，已经有大家很多小伙伴来说100万之后班主会做什么大货吗？会办什么那种福利活动嘛？我跟大家讲，其实是讲真，冲100我们冲了多少年？我个人觉得生活平平淡淡就是最好，实实在在的嘛，给大家带来一些所谓的小欢乐之余呢，又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些，教大家一些那种对于正常家庭主妇、家庭主男能用到的一些小知识，关于食物或者是科普类的小知识，这是我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初衷。又是这双喜临门的日子呢，又是7周年，又是破100万，怎么可能少得了印家乐铺的分肉大会？有没有？所以这一次呢，我印家乐铺也会决定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分肉大抽奖活动。这期分肉大会会有哪些奖品呢？大家记得看到结尾哦。把我们的这个小牌牌找个地方暂时安放一下吧，对不对？毕竟这是个值得庆典的日子。这个放了4年了，这是刚拿到的，真的很重，一个大鸡精。看到那个奖牌的时候，有没有相信大家一定会被镜头里面另外一个动不停的小家伙吸引？大家曾经知道这个地方是放什么东西的吗？还记得我们第1期节目吗？这个位置曾经存放了一根我们 MOA 慢慢频道最大的金主爸爸送过来的一个5年陈的伊比利亚火腿，但是他在放了1年多之后，很遗憾它漏包了。很多小伙伴弹幕到至今，我至少还看到1、2条在说，火腿呢？火腿呢？什么时候开火腿？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个黄金的广告位，对不对？这只乌龟也被我们取名为什么？伊比利亚3世。有了伊比利亚1世那根腿，那这只乌龟是伊比利亚3世、伊比利亚2世。总有一天你会在我们节目中发现只漏了17点伊比利亚2世，又有金龟又有水，对不对？意味着什么？我们迷信一点，财位，有财位可以干嘛？就可以把广告招出。毕竟我们现在是什么100万大 V， 腰板很硬朗，有没有？超硬的，现在可以接广告、接业配的。比如说这个白条的这7年的纯净水，有没有？我们可以每一期让你的水出现在我们伊比利亚3世的黄金广告会招出哦。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看我们的节目哦。又到了我们的分肉大会了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砧板上面这是2条大 T 崩的原肉哦，这么大块的肉准备干嘛呢？我们准备把它进行熟成的处理，
把它熟成处理之后呢，会拍一期关于T崩的节目了。除此之外呢，剩下来的熟成的肉，我们全部会把它切成片，然后分给大家哦，敬请期待吧。不管今天是庆祝还是拆箱还是怎么样，总之这是一期美食节目，所以我们应该回到美食轨道。所以看到没有，熟成柜里面有2块大肉，这是我们的熟成牛排。我们先把它请出来吧。首先这是2块大 T 崩，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带骨的牛肉了，所以我特意呢熟成了2块这所谓的 T 骨牛排现在是第一次尝试看看，菲力用切的，这怎么可能切得断？这切到后面肯定是带骨头的。换人。我靠，连它的骨髓都没有。我靠！漂亮哦！哦呦，哇！在这一期节目中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展示给大家看的是一块所谓的叫 T 崩，就是 T 骨牛排。T 骨牛排它长成什么样子呢？其实它就是长在牛背脊上的一块肌肉身子后腰这个地方，它其实是2块，这2条就是两边各是1条 T 崩。比如说，如果在一头牛身上一块 T 崩，应该是这边一块 T 崩，这边再来一块 T 崩，就是整头牛的背脊肌的部分。这个骨头就是中间的龙骨脊椎骨，牛的大脊椎骨，如果被分切下来，单独切下来的话，这边这条背后脊肌就是吸人。那当然，它现在是带骨头的那个 T 骨，它连这些块骨头。当然，我们翻到后面来看，你看，它还是一样嘛，这边还是一块吸人，对不对？它是一块吸人，但是呢，它下面牛腰窝里面它就多了另外一条，基本上它一辈子都很少会运动到的一块肌肉，也是一整头牛呢最嫩的一个部分，叫做什么？菲力也就是牛的小领肌肉，这就是所谓的一整块的 T 骨。那 T 骨呢，并不是所有的 T 骨整条下来都是有一段菲力跟一段那个吸人吸人是从头到尾贯穿整条 T 骨，那一定是有的，只不过菲力是怎么样？前面是小小的一点点，有没有？然后慢慢的延伸向后延伸之后，就慢慢的变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其实正儿八经的 T 骨牛排它最后这几块带有很漂亮菲力的部分，它也不叫 T 骨牛排，它通常会被称为叫做红屋牛排，叫做英文叫 Porterhouse， 那是另外一个名字，因为这几块牛排是整个牛排馆里面最珍贵的，所以其实在世界上顶级的几家牛排馆，他们会喜欢用什么牛排招待客人？他们就喜欢用 Porterhouse， 整块明星部位吸人，还有以及最嫩的这个所谓的菲力去做熟成给大家。那介绍这么多 T 骨，那现在讲平时吃的牛排吧。平时吃牛排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小建议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你看遇到牛排一有肥油，他就很头痛。当然，这个肥油其实我很负责的跟大家讲。肥油它其实也决定了一整块牛排很重要的一个风味。就拿我们所谓的西冷这一块肉来说你把西冷整块肉煎熟了之后，我个人建议吃西冷的时候一定要肥瘦相夹着吃，这样你才能体验到这块肉它真正的风味。你怕说西冷一拿到手怎么会这么大一条油边在这边有时候就这边油边这一头的油边就比较大，你会直接把它削掉，那真的是太浪费了自己。吃牛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然后很多人都喜欢说拿这种带骨的去做熟成，因为平时削掉的骨头会比较少。众所周知做完熟成肉之后，你肯定要削去它的一个外壳，外壳是不可食用的。今天的这种T崩也熟了接近快1个月了，准备还是要把它，你看这一整圈的外壳要削去的，不希望削太多。肥膏也是其实一块牛排很重要的风味。熟完之后肉会比较软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和牛它本身都挺好吃的，不一定要拿去什么熟成。不过大家都比较爱看熟成牛排。削这个菲力感觉好痛心，因为菲力本来就是一点点而已。就闻到一点奶酪的味道，是它熟成后的味道。对，牛肉带来的奶酪风味，牛油的风味。这就是我们刚刚弄好的这块红屋牛排，也是标准的 T 骨，这熟成过的肉，非常的软嫩。这些其他的部分呢，你看大头这些我们准备收起来，肉放在外面真的化动太快了。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好吃的牛肉以外，我们另外还会做一道比较喜庆的东西，因为很久没有吃虾了。那现在摆在桌子上面的这种，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它了。它的正式中文的学名叫做天鹅绒龙虾哦。其实你这样摸它的话，会感觉有天鹅绒的那种质感，所以这个名字中文名取得是非常好。那它这个龙虾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被台湾省戏称为水姑娘。为什么叫水姑娘呢？因为它肉质非常的细嫩，壳又很薄，出肉率非常之高。它的原产地呢其实是 Australia。那这个国家因为前几年不乖，老是跟我们国家顶顶控，所以国家就下令禁止一切这种所谓的活体的西澳红龙进口到我们的国家，以至于呢我在市场上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它的身影。那今天很凑巧的，我得到了一批呢来自于 Australia 合法出口的活动的天鹅绒虾，很难得嘛。这样趁这个电竞机会，因为好几年没吃过它了，所以今天准备来好好的来品尝一下我们所谓的西澳红龙，好吃。其实它这种龙虾在我们闽南地区或者潮汕地区的酒席中，特别是婚宴中特别受欢迎，因为它的颜色通体是红色，蒸完后是那种火红红的颜色，也是因为没有了它之后。市场上的另外原来一种比较不受待见的进口龙虾，是断沟龙虾，所谓的墨西哥红龙啊，才慢慢的市场走向，登上了现在所谓的婚宴的餐桌。真的好几年我没见过它了，所以今天这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一定要做一次来吃看看。龙虾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龙虾蒸粉丝最好吃，因为特别喜庆。喜庆是怎样吃粉丝？现在来处理我们的龙虾，上面它有膜的连接点，先剪掉。你剪刀挑一下这壳，看到没有？把这个分离点再剪开，看到没有？这边也是一样哈，这边来挑一下，下面还没剪。其实一整圈都要剪，这个时候再转一下，你看这两个连接点打开了，你手伸进去一开，龙虾鳃也是一样，待会扣在龙虾身上的时候就非常好扣。你看这个膏一定不能丢掉，下档漂亮的龙虾尾戳进去就开，中间会有一条枝这是虾线。非常漂亮的虾，搞点鸡汁下去，用油蒜，还是喜欢下点生蒜。哎，这是我们的龙虾哦，6分钟，有大说哎。OK 好，我们现在先吃一下我们的小龙虾。就没给大家分观众份了。太够力，还是得高好吃。哇，这块肉是最好吃的。只有这块怎么够呢？整块的虾膏。哦呦，再拿一块推给他们，肉油腿。刚这块膏不要掉。哇，还是你会，天哪！记得3年哦。记得3年哦。这壳真的超薄的，太好吃了！再来一块，这太大块了。肉质非常的细，好甜。虾的精华全都在这一口，好好吃的，好像在吃冰淇淋哦。好多红龙的膏，很香。扣在上面。为了庆祝呢，我们这次100万嘛，所以我们这次分肉大会肯定是非常大型的。这一次呢，分肉大会呢，我还特地搞了一个鸭货过来，待会一扯到它的腿，就可以看到它的汁水横溢。把我们的蜜汁酱啊，整个丢到蒸酱里面，稍微蒸个10分钟，加热一下就好了。这个样子千万不能切，你看到没有？这蜜汁酱鸭，大家不用怕没有观众份，因为我们准备了1000只要送给大家。太舒服了，这汤汁。
我们工作室的附近有一家叫江某鸭的鸭店，太香生意非了。常的好。它的鸭肉我们吃过，就讲真心话，在厦门江某鸭里面排不上号，绝对排不上号。为什么会出这款鸭子？就是我们想不通为什么某某街的江某鸭不是怎么样好吃，要那么多人去排队。然后我就跟玩的打趣说什么东西呢？啊，有个亮铺招租有没有？对，我们给它盘下来，然后呢去烤这个鸭子蛋，是吧？我们甚至想出了我们的广告也是想好了哦，吃了我们家的鸭，隔壁千百万。为什么我们要送鸭子？不是我们真的要卖鸭，也没有，很好吃，所以我们买送给大家，趁着我们7周年，真的7周年就破百。好，我们没有跟鸭子做生意是没有啦，我们真的没有。我一定要吃。这鸭子也不小只哦，那播给阿玲。这鸭子也不小只哦，真的爽，好好吃哦。都是油淋，看到没有？是不是？我们讲这么多，一定有人以为我们要卖，我们真的没有在卖。卖。我们现在到了准备煎肉的步骤了哈。我们把我们的牛排准备进行简单的腌制一下，腌个海盐，这还是要加一下腌制一下。其实正常的鸡骨，这种带骨头的还是很霸气带骨头啃。啊。对，带骨头啃一下，下入点底油。我现在煎牛排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手、锅、眼睛3个一条线的动作。首先放下去。而且很烫，真的很烫，差不多就可以下牛肉，又是冒烟哦。这是我们熟成的 T-bone， 超厚的，有没有？你看到牛排下锅的时候，它开始乱冒烟了，有没有？一点点烟是正常的，它太大烟的话，就说明你锅底太热，肉快焦了，这才是太大烟，这要改小火或者中火。看一下，长得怎么样？应该很漂亮吧？这个，所以它这么厚的牛排，你就可以给它站住，让它冷静一下，就是因为你没必要让它一直受热，我们才会做这分边的动作。烟就少了，是不是？这时候就要炸一下它的油，瞄也差不多啦，黄金色的，有没有？好了，直接早就翻了。它那个有点复杂，复杂了一下，这样子怎么样？漂亮吗？方面这个是马来西亚沙捞越的黑胡椒哦，牛排太厚了嘛，所以才要重复这个浇油的动作。平时自己薄的牛排的话，1、2、3都翻面就结束了，哪里还要浇油？下蒜头，下点白米酱，太嫩了。多漂亮，差不多可以吃了。这时候开大火，我们全身都小火慢慢泡它。你看我们的油都没有黑掉，看到没有？油都还是这种金黄色的，太漂亮了啊！火锅。这是我们煎酱好的红乌哈，给它醒热一下，再来撸第2罐。薄的牛排容易烫。它一开始就不用翻来翻去，最后因为你的调料下去的蒜头啊、香草啊下去，最后就是抢那个香味在，所以才需要翻来翻去翻几下。为什么呢？你需要味道吃进去。这时候依旧拿出我们的盘子，给它醒个肉，不要起锅，不要扔掉哦。合过的口蘑跟香菇。做的这个蘑菇配菜，这个大T-bone已经出来了。
Porterhouse。OK， 终于到我们吃牛排的部分啦，嘿嘿嘿，太漂亮了，这2块牛排，给观众喝吧。先来个酷酷的3连，菲力很珍贵啊，我只能给你一块大块的。然后菜给他们一点点吧，够了。观众喝，老高来哦。我现在吃边角，哇，这猪壳好酥哦，这角角边角最酥了。吃完之后吞进去之后，它会有坚果味。我只能用常规的方法去吃它。你别看这肉一片而已哦，是超大片的。够味的。菲力，嫩哇，好厚。蒜头，对了，哇。我觉得这个更好吃，比熟成的更有汁水。谢谢。肉太大块了，加了芥末之后，它会更凸显出那个味道。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该献的奖牌也给大家献了，庆功宴上该吃的东西，我们也吃得很开心。我相信呢，看到现在，小伙伴们应该比较关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突破了100万之后，以及加上今年的周年庆，双喜临门之下，我们硬邦邦这个月的分肉大会会给大家分上什么东西了吗？我相信这次的分肉大会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为什么呢？我们将呢拿出准备10份这样的熟成的T-bone抽给大家。另外呢，大家看到前面了没有？我们会另外拿20份新鲜的T-bone分享给大家。当然旁边还有我们今晚超好吃的鸭子。这超好吃的鸭子呢，我们还会拿出30份送给大家。老粉丝呢一定知道，每一次我都会再多留一手。没错了，我们现在又到了业配的部分了。在周年庆期间，只要你买1份这剔骨牛排，我将送出1只鸭子给大家，限量只有1000份哦。在这份的剔骨套餐里面呢，大概总重量是1500克加，你将会获得3块的T-bone。在这份3块的T-bone里面呢，至少你会得到1片龙骨牛排，超级的霸气哦。那想啃这种超香甜骨肉的小伙伴，还犹豫什么呢？快来印家乐福找我吧，下单寄送我们的小鸭子哦。送鸭我们是认真的，限量只有1000份。那么本期的结尾就到这边了，想要。